绍伊古在9月5号向国防部报告时声称，在乌军发动夏季大反攻之后呢，俄军已经消灭了 6.6 万名乌军，摧毁武器装备7600套。那么这份数据可靠吗？乌军现在又还剩多少兵力呢？咱们接着往下看。9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相关会议上专门提到了俄军这3个月的歼敌战果情况，其中提到的 6.6 万名乌军和7600套装备来自于俄军的全线战果。而绍伊古给出的数据也是有理有据。此前俄罗斯国防部每次宣布的战果基本上都是日军700人左右，1个月就是2万多，3个月到6万6也不算奇怪。只不过在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呢，大兵本人还是有些疑问的。毕竟虽说乌克兰现在正处于进攻态势，你要说伤亡要比防守的俄军更大，我还能理解，但3个月战损 6.6 万这个数字怎么听都不太靠谱。毕竟乌军一个旅的规模约4000人，其中纯战斗人员约为2000余人。考虑到乌克兰已经进行了多轮征兵，具备随打随补的补充兵力，每个旅的补充战斗兵再加上1000，以3000名战斗兵为计，那么66000人相当于是22个满编旅的战斗兵全部损失。而在这场夏季大反攻当中呢，乌军满打满算也才出动了不到40个旅，而且这些其中呢还有些未满编的部队。你要说乌克兰反攻打了3个月就损失了22个满编旅的战斗人员，并且还能在损失这么大的情况下发起持续反攻，隔3差5就收复一个定居点，那大兵就要怀疑这剩下的乌军个个都是 Superman 了。的确，乌军在这3个月的作战当中因为受到雷区限制而不得不去进行步兵强行突击，这确实会给乌军带来不少的伤亡，这也是身为攻势方不可避免的。此前俄军的瓦格纳在对巴赫穆特作战中，即使是占据了航空兵和炮兵的双重优势，伤亡人数依然是居高不下。更何况相比于瓦格纳，乌军的进攻时间虽短，但其规模和战线却要更大更长，因此乌军有所损失也是意料之中。但俄罗斯的这个数据就多少有点离谱了。比 6.6 万人伤亡更离谱的是绍伊古摧毁的那7600件武器装备。据了解，关于这一数据的构成是战机、直升机、防空系统、无人机、坦克装甲车辆、火炮、火箭炮、军车这8大件的总和。具体的统计周期呢，是从6月4号乌军反攻开始到9月5号绍伊古讲话时，这大体3个月时间的战果。6月4号，俄军的各项战果数据为：战机432架，直升机236架，无人机4473架，防空系统424套，坦克装甲车9382辆，火箭炮1112门，火炮4996门，军车10656辆。而9月5号时，各项数据变成了战机467架，直升机248架，无人机6409架，防空系统435套，坦克装甲车11653辆，火箭炮1148门，火炮6230门，军车12715辆。也就是说，俄军在这3个月内打下了乌军35架战机、12架直升机、1936架无人机、防空系统11套、坦克装甲车2271辆、火箭炮36门、火炮1234门、军车2059辆。以上损失总计为7594件，4舍5入一下就是绍伊古所说的7600了。不过呢，大兵在看第一项战机的战损数据时就有点绷不住了。可能连泽连斯基自己都不知道，乌克兰居然还有这么多战斗机。根据《空军世界》杂志统计，2021年乌克兰空军拥有95架米格29战机、34架苏27、31架苏25和13架苏24战斗轰炸机，累计固定翼作战飞机为173架。虽然这其中有不少战斗机因为年久失修而无法起飞，但在开战后，以乌克兰从苏联继承的技术能力，还是能把绝大部分的米格29战机修好的，让他们重新参战。但加上后来波兰等国家援助的一些米格战机，这满打满算还不到200架。就算是乌军能把报废机当真机来打，也凑不出这些。而且现在乌军的机队依然不时参战，这个动作呢，对照俄军战机的总战果就显得很扎眼。至于那3个月35架战机损失水分也不少，
因为现在战机损毁很难隐瞒，而且这3个月可找不出乌军损失这么多战机的直接证据，反倒是俄军自家的战机损失不少。而直升机、火箭炮、防空系统方面的数据水分倒不是很大。不过呢，这不是因为俄罗斯诚实，而是以上这些东西乌克兰本身就没有多少，想注水都没地方注。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边的这个火箭炮和防空系统并不是指海马斯或者爱国者。毕竟，如果俄军真的能打掉这俩东西，那肯定新闻是大书特书。因此，大兵猜测俄军这防空系统的战果指的应该是高射炮和乌军装备中的那些老旧防空系统和苏系火箭炮。而其他几项数据中，我们会发现无人机的战果很多，从其增量可见乌军在反攻作战中无人机的使用更加频繁。至于战果数量，其实没啥好说的，因为乌军也没多少正经无人机，多是改装版本和大量的商用小型无人机。至于在火炮和军车方面的损失，因为具体类别俄军没有公布，因此也不好分析这个数据是否准确。只不过在坦克方面的战损数量就更加离谱了，2271辆。这个数据呢，意味着乌军至少损失了20个满编旅的全部装甲车辆。难不成俄军布设的雷区里面埋的全都是核弹吗？说完了俄军战果的事情，我想各位对于乌克兰目前的真实兵力应该也感到十分的好奇。在今年8月份，泽连斯基又宣布了新一轮动员令，先是请求西方国家遣返那些乌克兰民众，其次是要进一步扩大动员范围。这也让不少人疑惑，前线的乌军是否快没人了呢？大兵并不是乌克兰的3军元帅，对这方面无法给出详细的数据。不过我们可以从乌克兰的人口和军队以及几轮征兵来做出一个大概的判断。根据2023年1月实时预估数据，乌克兰境内含克里米亚及乌东地区总人口是3620.8万人，扣除俄罗斯实控区含克里米亚人口，乌控区约2800到2900万左右。不过由于呢两军交火的地点主要是在4州和克里米亚，这里是乌克兰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乌克兰政府目前还不能掌控这些地方，因此乌控区征兵的基数上限为1900万人左右。而在兵力方面，根据2022年欧洲国家陆军部队统计规模显示，乌克兰陆军编制内坦克数量为2596辆，拥有12303辆装甲车辆，1064辆自行火炮，2040门牵引式火炮。这个编制规模在欧洲地区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了。可以说，乌军在战前还是有着不少实力的。而其战前的兵力为25万正规军、29万预备役和5万国民警卫队。编制内共有23个机械化旅、7个坦克旅、4个摩步旅、12个炮兵旅、2个山地旅、1个列兵旅、7个空中突击旅和2个海军陆战旅，总计50多个旅级单位。看起来是不是很多？但乌克兰军队的编制数量不少，真正能满编的部队却并不多。开战前有部分旅级单位甚至仅能保证仅有1个营，甚至是几个连单位能够调动。但好在乌军士兵个人的军事素养大都还不错。例如2018年的联合决心10联合军演中，扮演假想敌的乌军1个摩步连居然能抵挡住英军5个机械化步兵连的进攻，并使其损失了3个半连的兵力。而在之后的几次军演中，乌军第95空突旅、第92机械化旅均有过亮眼表现，这要归功于2014年后的乌克兰军改以及8年的顿巴斯战争。2014年，乌军采用了北约式的扁平化组织架构，精简了指挥系统，省略了大量高级指挥位置。乌军在全国范围内划分为了多个战区，比如南部战区、东部战区、东北部战区。这个框架自开战以来一直运作良好，也有利于扩军增容。在顿巴斯战争中，乌军开始轮战策略，在接触线上轮换部队。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培养适应战场、可随时征召的退役人员，另一方面还能磨练部队在炮战中的战斗素养。这也是乌军士兵能在战争前夕坚挺不倒的重大原因。而想要打赢这场战争光靠挺过前期还是不行的，乌克兰需要有庞大的预备兵力来进行补充。2022年3月3号，乌克兰最高拉达颁布关于动员的法律，里面说明了动员是分4个阶段，从退伍兵到预备役再到一般民众的顺序。7月，乌克兰宣布动员将从城市向乡村扩展。
到2022年11月，乌克兰国防部长称已经动员超过100万人，扣除本来就有的25万正规军和5万警察部队，意味着乌克兰在半年期间动员了70万人。虽然有人怀疑乌克兰是否有能力在此时建成一支100万大军，但考虑到乌克兰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实施了全国总动员，再加上乌克兰作为欧洲第2领土大国，以及超过4000万的人口，在短时间内集结出100万人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看出，这次乌克兰军队能和俄军打得不落下风，除了北约的支持，自己也是提前做了很多准备的。此外，随着北约和欧盟已经构建了援乌长效机制，使其成为了乌克兰的2级战略支援大后方，为乌克兰提供急需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人道主义救援以及财政援助。而且北约强大的技术和情报支持，让乌军自动具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情收集和分析能力，并且因此为战略战术的制定和调整、及时军事指挥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将俄军的进攻牢牢挡住，并且还发起了大反攻。此后呢，俄乌两国便陷入了长期的阵地对垒作战。这种阵地战呢，具有战线长、时间长、对兵力火力需求量大的特点。乌克兰在全国搞动员，俄罗斯也进行部分动员来应对，战争的规模就这么上来了。根据西方媒体采访得出的侧面消息，乌军一线部队总兵力长期维持在30万人以上，后方部队则有60万人左右。同时呢，每个月还会持续征召1到2万人，用于补充不可恢复性损失或者充当预备力量，暂时先不投入战场。时至今日，乌军经过几轮战时扩军后，已经搞出了100多个旅的主战部队，其中正规军战斗旅有60余个，领土防卫军旅有30余个，以国民卫队精锐为主组建的进攻卫队旅有8个，未能列入该系统的战斗旅团尚有10余个。此外呢，乌军还组建了第141至144等预备步兵旅。但是由于在上述部队中有不少是开战后新建的，因此在乌军发起大反攻时很少会用到这些部队，真正参与推进的是那些身经百战的正规军主力旅，大约在40个左右，从巴赫穆特、库班和大诺沃希尔卡3个方向发起攻势。至于剩下的主力部队则被分散在其他区域进行守备，比如在北线的库皮扬斯克、斯瓦托、红利曼方向，乌军需要守备；在塞弗尔斯克，乌军也要作战；在阿瓦迪夫卡、马林卡、弗勒达，甚至在赫尔松这边，乌军都要派人应对。与他们一起的大部分呢是领土防卫军，毕竟其进攻能力并不强。此轮反攻中出现的乌军几个领土防卫旅，基本也是配合作战。另外，乌军国民卫队系统中可以承担进攻作战任务的就是8个突击旅，其余的旅团或者是只能守备，或者是在后方另有任务。现在进攻卫队砸了1半的力量用于突击，也算是下血本了。不过在3个月的消耗战中呢，乌军也有部分旅级部队战损严重。为了保证后续攻势的力度，其必然要考虑新一批后备兵力的筹备工作。所以泽连斯基呢，最近对征兵系统进行大规模整顿，也是一种未雨绸缪的举措。不过除了以上的这些部队之外，乌克兰在理论上还存在不少没有投入战场的预备力量，比如第13列兵旅、第41至44机步旅和第88机步旅。这几个旅的番号出现在北线，并有参战记录。毕竟相较于如今的主战场扎波罗热，北线的战争烈度要小很多。大兵猜测，乌军司令应该是打算将其作为生力军搁置，暂时不会着急将其派往战场露面。除此之外呢，乌军还有一些主力部队在经历了3个月的战斗后，在战线后方进行常态化休整。虽然还不清楚其是否遭受重大损失，但作为主力部队，必要时也是可以进入战场的。所以理论上讲呢，乌军当前的部队是比较充足的。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